我在托人办事这件事上可把自己给害惨了，堵死了很多路。托人办事他的水平真的可以直接暴露一个人他的家庭到底是处于哪一个层次和哪个阶级。尤其是跟我一样普通家庭的孩子没人教过你怎么去托人办事的，到社会上你会吃很多的哑巴亏，而且呢你也办不好事。如果说你也是那种托人办事，到最后呢经常搞到最后就是都不愉快，大家都不愉快，自己的事呢也没有办成，对方呢搞得托的人也不搭理你了，然后关系也处于很僵那么我接下来讲的，或者说就是我接下来分享的我自己遇到的事情绝对可以帮助到你，一定可以帮助到你，甚至以后可以让你在托人办事的时候，可以让你把事和人办得都漂漂亮亮的，并且把事都能解决掉，人相处的也非常的融洽。我先跟大家说一说我自己我记得我第一次就是意识到就是托人办事这件事不行的时候是我大4的时候我大4的实习，那个时候我是需要一份就是着急的这种实习的工作嘛。那我妈呢就跟我说说她在一个就是她之前老同学在一个大型企业里边当人力资源的反正一个就是部门的吧，一个小领导。然后呢他就跟我说我给你找一下他的联系方式，然后你就联系一下你可以直接去发一个消息问问他能不能帮你去就是递一份简历投一份。我就说好那反正是你的老同学嘛，对吧，这关系肯定就摆在这儿了。然后呢我又没多想，当时因为也不懂，我就随便发了一条消息，我说阿姨在吗？你还记得我吗？我是谁谁的儿子。我妈说您在那个人力资源部门去工作，然后呢我想让你帮忙看看我能不能就是把我的简历帮我递一下就发完了以后呢，我就觉得我自己说的挺直接的呀，对吧，我也没有那么多弯弯绕绕的，我感觉挺直接的。结果上午发的消息我在那等一直不回我，一直到下午快晚上的时候吃完饭我收到了一个消息，这条消息我这辈子都忘不了，就一个字儿，这一个字是好，就这一个字然后呢我跟你说还听呢，还有啥然后了？那肯定没然后了呀，哪来的然后嘛，就一个好字就结束了。简历呢到后面我递不递我也不知道后来呢就是那个岗位反正是没有消息，对吧，谁去了那我也不知道，后面就完全没消息了。我当时就觉得心里我还有点委屈，我就心里很不舒服我就心里想，你说不愿意帮忙你就直接说嘛，对吧，我去找别人嘛，你不愿意帮忙你干嘛在这耗着我呢？我就在那发牢骚那时候小大4不懂事。然后呢就过了一段时间就我跟我一个朋友就在外面吃饭嘛，几个不错的朋友，然后呢我们就正好聊起这个工作的事情我们就顺口就聊聊，我跟我朋友把这件事说了，然后发了牢骚。然后我朋友就说你就干巴巴的就这么发了？我说对呀，那不然呢？那不然还发啥呢？他说你连一句基本的铺垫都没有吗？那人家凭什么去帮助你递这个简历呢？我当时年轻气盛非常不服气，我就说那是我妈的老同学，那关系都摆在这儿呢，只不过说人家是后来就是由于工作原因就搬到了市区里边去联系的相对比较少了，但是过年聚会照常聚当时我那个朋友就笑了，他说你说你们这么久都没有联系的这种老同学的关系了，又不是多么亲近的人，那现在就是你对人家来说说你是个陌生人也不足为过，有啥区别呢？我那个时候其实呢我是真不懂我那个时候我是真的一点都不懂。那当然我虽然这件事非常简单非常小，但是大家也别笑话我我想说一个现实的情况是什么呢？就是对于一个底层家庭的孩子往上在这个社会上每往上爬那么一步都是要付出血淋淋的教训的。你别看这个事简单，他都要扒层皮我当时只会觉得这个人怎么这么现实呢？对，太现实了后来呢就是反正你看现在的我再去看待这件事我上个视频应该有朋友看过，说我自己创业7年的时间差点没被人搞死，对吧？但是呢我自己经历了这么多事情过来之后呢，我才明白他说的是对的，没错，他说就是对的就是我之前办的那种事那不是在托人办事那是在什么？那是在消耗人情但是呢问题是我那个时候根本就没有资格去消耗这个人情，没有消耗人情的这个资格，因为我跟人家之间根本就没有任何的人情
对吧？单凭一句话嘛，那怎么可能会帮你嘛？因为那个时候我不懂啊，是因为我家里人他没人教我呀，我家里人没人教过我这些事情，对吧？我只知道，就是你知道我以前啊，我妈妈的办事风格是哪一种啊？我可以跟大家讲一讲，你们的父母应该跟我也差不多。他说，哎呀，我妈办事风格就是，哎呀，都是熟人，大家说句话就行了嘛。那我爸的办事风格呢，那更不一样啊。我爸属于那种装无敌啊，男人的自尊心爆棚，装无敌。求人不如求己，万事都得靠自己，就属于那种万丈高楼平地起，辉煌只能靠自己，就这样的，对吧？那我爸和我妈对于我的教育，那就是两个极端啊。但这两个极端的结果呢，很显然到最后都是一样的，事情办不成啊，这是经常性的，事情办不成是常的，就家常便饭了都，对吧？要么呢就是托人办成了，办完了之后大家觉得心里非常的别扭。就是我以为托人办事啊，那就是开口说事情就行了，但后来我发现呢，它并不是这样的，对吧？托人办事呢，它本来就是一个非常完整的流程化的一个东西。你比如说，开口之前你是要有铺垫的，对吧？你不能直接上来你帮我个忙啊，什么事儿，对吧？你就要铺垫的。那开口之后要有分寸的，对吧？然后开口的时候你是要有分寸的。那开完口之后呢，你得有交代啊。是吧？这是一个完整化的流程，这3步一步都不能少，真的，你就记住，一步都不能少啊！但是呢，你看这3步哈，我都没有学过呀，他没人教我呀。你看，就是在后来的时候，我开始慢慢的去创业的时候，我在创业的过程中遇到一个非常牛逼的人，真的，就是他特别会办事的一个合作伙伴，他教会了我很多。他之前我记得有个事儿，他想让他的孩子去市里呢，参加一个名额很紧张的一个培训班，对提分很有帮助。正好呢，他有一个老同学是在里边啊，就是那样当老师啊，也不是什么管理者，就是个老师。他没有直接发消息去求这个老同学帮忙，而是呢，他约出来人家吃了一顿饭。饭桌上聊的全都是读书时间的乐趣，读书时间的事情和同桌，对吧？抢对象的乐趣，聊到这个，他自己呢就聊的也蛮好的，聊的挺开心的两个人。吃完饭快结束的时候啊，他就提了一句，他说：“哎，对啊，听说你们那个就是培训班的名额挺紧张的呀。”那人家就说：“是啊，确实挺紧张，家长为了抢名额都把头都挤破了，差不多啊。”然后呢，他就顺着说嘛，说：“哎。”那如果说像别人一样啊，孩子想去你们那个培训班去报名培训提分啊，那有什么路子吗？啊，有什么路子就这么一说嘛。那个同学呢，扑哧一声啊，反正就笑了，对吧？当时我也在，就扑哧笑了之后呢，然后就很快的就给他指了一条路。那然后他就把这个方法就给记下来了，指了条路。哎，他说：“哎呀，太谢谢了，对吧？请你出来吃了饭，没想到帮了这么一个大忙，改天我请你吃更好的。”结果呢？走了之后，我本以为就是改天再请他吃嘛，一起去。结果人家还没等到，就是改天，就第2天早上就买了一箱的水果啊，买了很多东西，然后就直接送过去了，都不是自己送的，就直接叫了个外卖就送过去了。那后来呢，就人家孩子就名正言顺的进了培训班啊，对吧？就正常提分了，所以现在考大学考的也挺不错的。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你这个都是跟谁学的呀？就当时我就问了这么一嘴，我说你跟谁学的？他的回答让我这辈子都忘不了。真的这辈子都忘不了。他说我们家里就这么做的呀，就真的这你接受不了啊。他说我从小就看我妈妈办事看会的呀。那他是怎么做的呢？就是他说我妈妈就属于那种邻居过来给你帮忙搭把手，他都要送自己做的一点那种小点心给邻居送过去啊，一定要送过去，不送过去都不行啊。亲戚呢帮自己一个小忙找了一份工作或者办了什么事儿，他妈妈呢就一定要请人家吃顿饭，请最好的吃饭。那桌面上呢就是还要真心实意的说出来感谢那个朋友就是帮了一个小忙或者说呢说出来这么一句话，他妈妈也会记在心里，下次就是人家有事的时候，他妈妈就第一个冲上去就帮人家解决这个事情。他说我从小就看着我妈妈就这样人情世故是怎么来的或者说这种人情是怎么还的再或者说这个人的关系是怎么越走越近的大家是怎么愿意帮你忙的。就我当时听着真的兄弟们，我听着当时我心里特别不是个滋味。为什么？因为我从小看到的跟他从小看到的那是两个极端的两个世界。就是因为我从小看到的是什么？是另一套。就邻居帮个忙之后，我妈就说：“哎呀，都是邻里邻居的，客气啥？”亲戚帮了个忙之后，我妈就会说呢：“哎呀，自己人不用见外。”那这朋友帮了忙的，我妈就说：“
哎呀，心里记着就行了，有这个朋友，下次我再帮你。结果就是邻居呢，后来帮着也都不帮了，亲戚呢走着也就不走了啊，朋友呢玩着也就越少了，到最后都这么个情况啊，朋友呢都全都疏远了，到最后就这样的。我们总是觉得，你看现在我们和朋友聊天也好，和家里聊天也好，就是我们总觉得说现在的人太现实了，对吧？经常说这句话，可是等你真正进入社会成熟了之后，你就会明白不是别人现实，是我们从来没有让人家觉得就是帮我这个忙有多么值。哎，就这一句话。其实很多的朋友都应该会说，包括我之前也会这样说，不就一个小忙而已吗？哪来的这么多弯弯绕绕，烦死了，对吧？都会这样一直抱怨，累不累呀？直接帮我不就完了吗？其实我以前我也这样想的，我一直改不过这个思维来，但是后来直到吃亏吃多了之后我就会发现了，那些觉得累的人是根本就没有人教过他，就包括我，对吧？没人教过，因为不会所以觉得很累因为难觉得很难嘛，就因为难，所以就干脆不做呗，对吧？因为不做，所以一直不会，一直不做，那吃亏的都是自己。而那些你看从小，就像我这个合作伙伴，从小他的父母就看着他父母这样办事的这种家庭从小长大的，他根本就不会觉得累。就像我们学游泳一样，就非常简单，你3岁的时候就被扔在水里了，对吧？那扑通了不就会了吗？这一辈子都忘不了，都会游泳，对吧？而我们呢到了20岁第一次下水又是冷又是冰，又是深浅不一，又是不敢下，对吧？又是怕呛着，又是怕这怕那的，结果人就觉得哎呀，我还不如在岸上站着呢，对吧？觉得很害怕。结果呢，你站在岸上可以可是你站在岸上，你这辈子永远学不会游泳学不会游泳你就到不了彼岸呢，对吧？你游不过去就是我现在才懂就是这个托人办事，它不是一次交易。之前我认为是一次交易，现在不是一次交易，它是一段关系。你要先让人家觉得人家愿意跟你相处，人家才愿意帮你问这个事儿，或者帮你办这个事儿。这句话我一直记在我的心里，从来没有忘过，我也送给你们，真的你也要记住。就我从那个时候我就开始学着我要发生改变，我再不改变真的就没人帮忙了。就找人帮忙的时候呢，我就不再直接开口了，而是我先看一看我们最近有没有聊天我们最近有没有联系最近有没有问候过呀最近有没有吃饭呀，人家最近忙不忙人家最近在干什么先打听打听这件事呢在不在人家的范围能力之内呢，对不对？那么开口的时候呢，我也不再说帮我个忙我从来不会说这句话，我这辈子也不会说，而是我说我这件事确实很棘手，想请教你一下方便的时候你可以回我个消息，方便的时候可以就是帮我看一下，让人家就是让对方觉得有那种可拒绝的空间，不是必须帮你办不成就不行的这种的，有拒绝的空间，人家才敢答应去跟你说这件事。那么事成之后，不管你的事是大是小，哪怕一个就是很小很小的，一定要有回馈，不一定这个回馈有多么贵重，但是一定要有让人觉得帮你这个忙帮的值，对吧？下次呢你有事的时候人家还愿意帮忙，即使这个事没有办成也不要去翻脸，该给还得给，该送还得送，该问候照样得问候，这是一段关系，而不是一次性交易，让人家觉得你这个人不是就是用人的时候朝前，不用人的时候朝后，对吧？慢慢的我就会发现帮我的人越来越多了，朋友帮我的也越来越多了，真的。其实我之前还感觉自己是变厉害了，其实根本就不是自己变厉害了，是因为我变得懂了人情是怎么来的，人情是怎么还的，懂了关系是怎么处的，关系是怎么维护的。所以说托人办事他不是一张嘴就行了，帮忙不是这样的。其实我现在还在跟我妈妈去聊天，去聊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就说妈，你们都知道因为上一辈的人就很难去接受他这一辈子的事情给他发生改变的，他是接受不了的。所以说我就说妈，我们家以前其实那种办事我感觉有点问题，有点不地道所以说有很多事办不成。我妈说什么问题我就问我们是不是太硬了，开口就直接开口直接结束，对吧？难怪人家不给我们办事呢，人家心里肯定不舒服我妈就愣了一下，说我也不知道有别的处理的方式我也不知道还有别的办法，不就这样办事吗？
我说没事儿，以后如果说你的事办不成，你想托人办，你可以问问我啊，我可以给你点建议。其实我跟我妈沟通完之后啊，我就觉得有些东西啊，也不是跟上一辈的人沟通不到一起去啊，还是缺乏交流。就有些东西啊，就是我觉得哈，有些东西可以是从我们这一代开始改变的，对吧？你就像我妈不会，这不是她的错啊，因为也没有人教她，她的妈妈可能也没有教她啊，对吧？所以说导致她没有教我，一代一代嘛，对吧？啊，但是呢，现在呢，我会了啊，比方说你也会了。那我们就可以教他呀，我们可以教我们的下一代呀，对吧？让他从小就知道，让我们下一代从小就知道，托人办事他不是低声下气的，对吧？是让人愿意来帮你啊，对吧？那人情呢，它从来不是算计这么一说，是让你的关系流动起来。那感谢呢，也不是回馈，也不是交易啊，感谢的回馈啊，它本质就不是一个交易，是让人家知道你就是记住了他的好，这些哈。真的不是圆滑，大家也不要去抵触啊，就是都是对自己有帮助的，它也不是什么事故，它是一种能力，是我们从小缺乏的能力，就有一种家里没人教你的啊，但是呢，你还得自己去补充的能力，必须要有的能力。当然哈，虽然我说的事儿都很简单，在现在看来啊，就大家可能说，哎呀，这么一点小事，大家都知道，你还好意思在外面说？其实普通人家里的孩子从不懂这些事到懂这些事需要扒一层皮。各位，有可能你觉得很简单，但对于普通人家里的孩子就扒一层皮。如果你感觉你自以为是的，对吧？那你当我没说，放了个屁都可以，对吧？啊，你骂我喷我都无所谓啊。但是呢，我只想说给和我一样从小就没见过家里的大人怎么托人办事的，或者说办不成事的，长大了之后每次求人都觉得自己心里很别扭，要么太硬，要么太软，事情办成了也不知道怎么样跟人家说句感谢，给人家去回馈，事没办成也不知道该怎么收场，看着别人呢都是游刃有余啊，从从容容的游刃有余，看自己呢处处碰壁的，到处撞南墙啊。我只想说给这一部分的朋友，或者说啊跟我的同龄人啊，你就记住，那不是你不行，朋友，不是你不行，是因为你根本就没有学过这样的知识，不是你的错，也不是我的错，谁都没有错啊，错的就是自己就是没有学会呗，对吧？那我把我创业这7年的时间，从一步一步从底层爬上来，过到现在自己想要的这种生活啊，也算是个成功吧。我把这一路我遇到的人呢和事儿呢，我都分享给大家听一听，对吧？当然，如果你觉得有用，那你就点个关注，持续听我的分享啊，或者就是我们真的从小就家里没有人去教会我们，我感觉哈，就讲句良心话，不是你我的错，也不是家庭的错，但是呢，最起码我们从今天啊，我们可以就是自己教自己，对吧？我们可以自己教我们自己的孩子，让我们成长得更好，对吧？所以说人情世故啊，这个很烦，但是很有必要啊。陌生人，祝你越来越好。